好，新北少年被割颈哈，二警宣判，二审，涉杀人的干哥哥郭姓少年判12年，脚手的林姓女生判11年。就是说这个林姓女生到另外一个班上去，大概找同学，大概声音比较大。那这个被杀的这个少年就说你声音太大，吵到我们也是外来的嘛。就这个少年就不爽，就回去找他的干哥说人家来欺负我了。就这干哥就在那边找少年，拿个刀脖子一划，死掉了。那现在被害人爸爸当然是我培养扶持他一辈子，就搞了半天10几年，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呢？所以呢，他今天这个说台湾司法已经死掉。少年事件处理法是恶法，因为少年事件处理对少年都是比较宽松。就台湾法律，比如对，假如果是你精神病者，或是你是不满这个18岁少年，就可以减轻其刑了。所以他就说过度保护加害者，而且他还担心会不会被报复。为什么呢？因为他判12年，可能4年6年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搞不好就来报复啊。那所以呢？这个监察院也说制度是有破口了，学校的安全人力也没补然后呢记过反而变成勋章，有些孩子说记过很好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判决让我觉得真的是台湾司法已死，少司法把我打的真的是。我真的是遍体鳞伤了，我没办法去接受这种判决。失去孩子，父母心中的痛难以抚平。二审判决出炉，更是让受害者家属心碎，痛哭失声。2023年新北市国3生割颈案，郭姓干哥持弹簧刀刺杀杨姓男同学和涉嫌教唆的林姓干妹，一审分别被依杀人罪判刑9年和8年。二审判决，郭姓男同学12年有期徒刑，林姓女同学则是11年。听到二审判决结果，泣不成声。不只是当庭怒吼，做父母的更不能接受的是，对方似乎丝毫没有悔意。他们进去法庭都还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耶，根本没有跟我道歉过。那是法官引导他们来跟我道歉，他们才道歉，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态度哎。你们说这样子，我怎么可以接受？家属说，对方连一句道歉都是被逼出来的，加上判决的结果和期望落差很大，就怕对方出狱后自己也成为报复对象。把我家的全部资料很详细的给他们知道，这不是在逼我们吗？我的资料全部给一个杀人犯知道，你叫我怎么办？父母亲更不满的是，2名嫌犯都未成年，法官不但提及修复式司法，对他们来说只是2度伤害。邓永平，刚才那个沈大佬提到，就说这个台湾现在这个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大家一般的观感觉得在人权的角度上失衡，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好，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受害者的被害者的爸爸的眼泪真的是滴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因为他一个好好的孩子，这个案子大家还记得吗？他那个是一个好孩子，他是一个风纪鼓掌型的。他看到有人在喧闹，他只不过想要去制止他就说大家不要在这边吵了，他就莫名其妙就被割喉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小孩子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杀害，然后加害他的人还得到什么法庭百般的尊重。然后不断的觉得他们是有教化，那父亲当然不服说他那个教化是他被逼的道歉也是被逼的那当然了我们必须说，整个现在世界的通案来讲呢，对于少年罪犯都会减轻其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生理上呢，少年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呢，他会有青春期，他比较躁动，他的荷尔蒙的影响，他变成他比较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可是到了成熟的阶段呢，他确实有可能学习的比较好。所以呢，一般而言，在世界各国的法律里面，对于青少年罪犯呢，都会把它减刑。可是你在一些特殊的案例，譬如说美国就有这样的案例，你在特殊恶性的犯罪的时候你那个被害者的律师可以申请说呢，这个被害人他的太过恶劣，你可以不要用青少年的刑罚去处置他，法院如果同意呢，他就可以用成年的方式处置。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案子啊，那个杀人的那个干哥哥跟他教唆的那个干妹妹，1审到2审呢，2审法官已经不信1审的裁决的这个判断，他已经把他们的刑期都各加了3年。可是各加了3年，这个受害者的爸爸他讲的也是有道理啊。台湾呢现在这个监狱也很拥挤，然后假释的条件又非常的宽松，而且是服刑1/3就可以放出来。哎，你12年呢，就是那个他4年就放出来，那他爸爸会被心生恐惧。一个在青少年时期就这么坏的孩子，毫无道理，他跟这个当事人根本无冤无仇，他只是来希望说大家在教室不要惹事，不要吵闹，他就可以把他割喉到杀死的人。他到他出狱，他还没有20岁耶，那他会去寻仇。他如果整个问题不能够控制，那是不是马上成为社会的不定时炸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2件事情要检讨。第一个，我们可不可以请立法委员也去修法，就某些恶性重大的部分，可以像美国法律一样，可以请求不要用少年的刑期跟法律来判决。那第2件事情呢，假释的问题不能够再这么松散的，就是说很恶性作案的人呢，假释也就轻轻松松1/3就放出来。那第3个，我是真的觉得到现在民进党政府跟大法官会议还不能理解说，你实质废除死刑的结果，就会是你使得所有重大犯罪的刑期，法官在判决的时候都会倾向往下第1级，因为你该判死刑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判他死刑，你都只能判他20几年的时候，你当然所有的重刑犯就一直的下降。那这就是会让大家现在讨论很大的感慨，就是说在被害者的角度没人权呐，加害者的部分人权一大堆，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啊！这就是现在普遍民心的感受。梁君，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今天这个判决出来那当然我觉得家属的悲愤我觉得在心情上大家都完全可以理解。那就是说，到底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我想不管是法官或者是在这个法庭上面我们怎么样去针对？因为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加害者是没有悔意的。那如果没有悔意的状况，你当然我们现在一直过去不断的强调修复式司法，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社会安全网上面能够去照顾这一些他或许是社会上比较边缘，或者是他因为家庭有这种种的状况，导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缺乏关爱，以至于可能在性格上面有所的这些不当，所导致这样子的行为。这个我觉得社会安全网跟修复式司法，这个大概在本质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它呈现出来的结果，它让这一些所谓的受害者的家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怎么样在这2者之间去做衡平？我觉得从过去包含这个小灯泡事件一路到现在走了这几年下来，其实也很多人一直在讲说这些相关的法律，包含这些被害者保护法等等的，也都应该要去修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应该要借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里面，好好的再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些所有的你说没有悔意的，然后以及这些犯行重大的，当然他是青少年，大家希望说可以导正他未来，如果他还是能够重回社会的话，能够被导正，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跟行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些受害者家属的心情也应该要被理解。老沈，这个是2审啊，拖了1年多，各加3年，这个受害者家长不满意。那我求你加5年呢，加7年呢，加9年呢，这个家长是永远不会满意的，因为他所要的不是这个。那我更觉得奇怪，就是说今天的软档最后一条，就是说国教联盟说家庭政策的改革刻不容缓，要改革什么？是家庭失败了，你看，当然，但是家庭政策怎么改？这个小孩子，老赵，我问你啊，如果你是干哥哥干妹妹来说，哥哥我受委屈了你要怎么处理？今天你告诉我你怎么处理？哎呀，劝他就算了嘛，要怎样？还不是打架？对，
或不是啊？你现在是年轻气盛嘛，10来岁，看对了。那你有各种不同安慰的方法，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你不是说，我跟你讲，这个干哥哥的问题在哪里？他哪到上学校啊？哪到上学校就不，哪到上学校的人不多对不对？那10来岁就有干妹妹，这个也不简单我问你，你一生上学的过程中有干妹妹吗？没有啊。说有干妹妹哪到上学，这个都是家庭家教出了问题啊，对不对？那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大。老师，我大学是有干妹妹，不是初中小学是没有。来讲，你有告诉你老婆吗？有就知道，现在都来往啊。讲真的不骗你。来，休息了再回来。中选会主委，因为原来主委到期了，11月就到期了。照理讲，应该前3个月就要提名了，但一直没提。好，现在提了，尤盈隆当主委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副主委叫做胡博彦那尤盈隆原来是民进党的什么主管后来慢慢他也批评民进党那因为搞民调，他退党了，搞民调总是不要有太大的政党色彩了。那这个胡博彦时代力量当时推荐选了立委没当选然后呢，另外呢，这个黄文玲是民进党的立委，好吧，反正有这个不同的人，国民党推荐了2个，用了国民党推荐了2个，李李仲跟苏嘉宏，然后呢，民众党推荐了1个不过原来就有4个，原来这4个都是亲民进党的，你现在就算新的7个，3个2个国民党，1个民众党，4个其实真的开会起来是8比3啦。但是总是比以前好嘛，以前是根本不理你，根本不理你。现在至少有一个声音，可能有不同的声音可以跑出来好，那所以呢，至少我觉得跟以前比，以前是完全不理你，全部提名我的人，当然立法院不会过嘛那尤盈隆说呢，他是跳火坑，接下来我是过河卒子这胡适讲的了，既做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那另外呢，说绿营内部也有反弹，为什么说尤盈隆？因为尤盈隆曾经骂那个沈伯洋也骂曹新成那钟嘉宾说要回归专业审查他们什么时候回归专业的那另外呢，这个说尤盈隆再怎么还是比较亲绿的啦，所以呢，蓝营也说意识形态绑架选务，也担心到时候你会被公正。黄国昌说也怕他被绿营封杀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他也批评过绿营嘛所以也怕那另外呢，这个粉专是说呢，赖政府不要，因为他骂了沈伯洋，骂了曹新成，然后呛大罢免，骂罢团所以呢，他也骂了柯建铭，也骂了蔡英文，也酸了青鸟，也呛了赖清德，也批了苏贞昌，所以呢，他曾经有9句批评那会不会因此绿营也修理他那另外呢，他曾经说这个曹新成他也辱骂所以呢，至少走出朝野对撞的第一步啦，就是说至少还提名了2个国民党推荐了1个民主党推荐的到底他能不能重振中选会？因为曹新成他是叛徒能不能重振？我们看一下。11月初，中选会6位委员届满，其中包含主委李进勇，谁会接？现在政院提名的是他。823 7比0，现在就可以确定。尤盈隆1995年加入民进党，曾任民进党副秘书长和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但2009年因为不满维持现状，废除公投榜大选，蔡英文拒绝特赦陈水扁和破坏初选制度。2019年他宣布退出民进党。至于中选会主委的副手，今天呢有一个关键的政务。就是操练场的8号摄影机的镜头，在下午2点的时候不见了。曾是洪州校安律师团召集人胡博彦是台湾法律学者，也是时代力量创导元老之一。据掌握，周回上个月曾亲自征询他，而他的民调的结果呢，往往引起一些绿营的质疑。对于这位绿营不讨喜的这一个人选，是不是能够获得这个蓝营的信任，而扮演好中选会的角色呢？我只能祝福他。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上面，会让很多的中华民国国民非常的摇头。在这种政治安排之下，难免会让未来的选举
让中选会受到相当多的责难。至于中选会其他5位被提名的委员，包括律师黄文玲，国民党推荐中华科大副校长李礼仲，辅科大学教授苏嘉宏，民众党则推荐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子乔。选务工作最迟必须在明年2月展开。政院如今提出名单，也喊出期待立法院早日审议通过。亮君，我想哦，在这次这个中选会的提名哦，大概过去我们所提的人选到立法院里面，然后大家立法院都一直讲说这些人选太绿啊，如何。但是我觉得现在所提出这一波哦，包含说游玲珑，然后还有胡博彦哦，然后以及很多也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所提出来的人选，那我觉得这也是释出一个善意了哈。那当然就是看立法院接下来在人事的部分哈，大家觉得意见如何？因为过去大家提的人选要嫌太绿，然后现在出来的时候，我看民众党好像也有一些意见哦。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中选会当然它事关接下来明年的整个地方大选，然后以及说会不会有这个公投哈，因为现在有一些公投正在进行当中。那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人选哦，我想在立法院里面也希望各党各派大家都可以来去做支持啦。因为过去其实我们看到说，不管是这个游玲珑，他其实过去当然在绿营里面可能大家会对他有一点争议，但实际上他跟这个民众党之间看起来也都多有互动。那胡博彦过去他也是时代力量的这个相关的成员。那我想这样子各党各派的声音纳入到中选会里面，那过去这一些国民党跟民众党大家一直质疑说中选会是绿选会，我想这样子的质疑或许就可以因此而消灭但是前提当然还是这一波人士呢进到这个立法院里面呢，大家各党的各派大家都可以来支持。我这边其实我真的很受不了那个释出善意这4个字哦，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然后被说成说勉强遵守法律叫做释出善意。为什么说是根本违法？在我们的中选会的组织法里头规定，所有的委员他任期到期前3个月就应该要提名的。那这些委员是什么时候任期到任呢？是11月3号。换句话说，应该什么时候提名呢？8月3号之前。请问一下，8月3号行政院在忙什么？忙着7月26号的大罢免跟8月23号的小罢免，所以他死也不肯要提名。为什么？因为只要他希望的是说，如果我大罢免成功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完全不需要跟你在野党协商了。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提名我自己想要提名的人。今天为什么要提名？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明年9合1的选举其实已经在眼前了。如果他再不提名的话，明年9合1的选举他会连办都不能办。时势比人强，所以他非要这么处理不可。但是这样一来就叫做释出善意，那其他的恶意到底要如何的去处理它？好，那当然，我觉得说这里面现在有了一个政党协商的开始，我会希望说，包括了司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包括了 NCC 委员的人选，能不能都比照？至少你要能够尊重在野党他们背后的民意。我觉得今天并不是说我今天执政，所以呢我背后的民意就比较大，那在野党背后的民意就不大，因为立法院它终究有它所要代表的民意。游玲珑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跑政治的时间比较久他过去呢其实那种冲动型的发言还蛮多的。那时候选花莲县县长，然后选输了之后呢就大骂花莲县县民，所以呢他其实有很多这种冲动性的发言。但我曾经跟他同台过，我真的要说他就是属于那一种就是如果那时候有人就形容说，新党的这些成员，就是哪一天如果过世了，然后呢烧成灰，然后都会冒出党灰这样子。我想游玲珑就是那种会冒出这个民进党党灰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那一次在选举的就是这个选举，然后投票日，他对于民进党一路的败选难过不已，尽管那个整个的选举的结果表示说他的民调还算是准确，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基隆市他没有算到说国民党会赢，好，那有几个县市他确实没有算到国民党会赢，但至少那个趋势方向跟民进党所批评他的，然后呢他实际上面预测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偏实际上面的结果，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预测结果然后就觉得开心，然后相反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呢，无论如何，你至少先回到专业，这里面有没有人是那一种就是政治脑
冲破了头，冲到了什么程度？像赖清德这一种，去跟医生说，如果你碰到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民众党的立法委员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然后呢来看病的话，你就跟他们讲，劝他们说，赶快回去审总预算。有人可以政治洗脑到做这种事情，你就会知道是如何的让人觉得无法接受了。赖清德自己是个医生，他去跟医生这样讲，他自己就根本没有资格当个医生。真的，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你管他病人什么党，来就你要治好他的病啊。像我讲的，你被抢了、被偷了，到警察局报案，警察问说你哪个党啊？我认同了，我才帮你办案，可以这样子吗？是不可以的。那不管他现在提名这个游盈隆呢，游盈隆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马英九最后提名谁？你自己想想看，赖浩明，对啊，张博雅，完全无党籍，对，完全过去没有任何政党色，就是一个无党籍的人。马英九是提这样的人了，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让大家服气嘛。将来你很多时候在选举有纠纷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话，大家还觉得说，他至少比较公正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赖永平，关于这个中选会主委、副主委跟委员的审查过程我还是要说明呢，它是一个一个通过的，所以并不是打包的它并不是打包的，并不是说这次提名来大家觉得说游盈隆可能骂几句民进党，也许蓝白听了比较舒服所以呢，因此整包他就会顺利通过，不是的。我觉得游盈隆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国民党呢，他们有可能做出什么决定呢？他有可能开放投票啊，对不对？今天这个王宏威有讲话，他有说他个人可以接受，但是他会党团会讨论。那党团到时候讨论呢？有的可以接受，有的不能接受。比如说，有的像凤馨一样，他觉得他烧成灰都是民进党的，他可能。但我没有不接受他，我没有不接受他。你刚就是用你刚才那个逻辑，假设有些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他只要开放投票，那就算民众党全部都支持游盈隆，民进党也不见得都支持他。民进党也可能会有人跑票啊，因为他们有些人跟民进党是有个人仇怨啊。譬如说沈伯洋啊，被他骂到那么难听，他觉得这票我投不下去，他会出来说：“那我投不下去，你们党纪处分我吗？”所以呢，游盈隆的情势，我认为非常的复杂。那至于里面的，譬如说国民党籍提名的。跟民众党提名的那3人呢，应该 OK 会过，因为两边一定会讲好说我们互相支持对方的。可是呢，其他的人就大家就事论事，就看他们答询的问题各方面。但是以中选会的规定来讲，他也未必要所有委员都补满，他才能运作。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要看发展。到时候可能还是要政党协商了。老沈，我觉得提名游盈隆的初步社会的反应其实是不错的，还好。因为大家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个样子。那游盈隆当然是绿的但是呢，他在绿的里面的派系属性其实也不是说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因为我据我记忆所及，他从来没有骂过林佳龙，他也从来没有骂过谢长廷，不错，不对对不对？这是我记忆所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也许把它讲成是善意我觉得蓝营这边会受不了善什么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表现这个卓荣泰到目前所感受到执政的压力真的是空前，所以他选择一个比较低阶的，因为中选会比起 NCC 比起大法官是比较低阶，它的功能不低阶了，只是不是每天发挥功能，不是，还有它的功能也比较单纯嘛，你去把选举办好就好了，你要再怎么偏心呢，也不至于偏心到让大家受不了的程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提名未尝不是这个卓荣泰的试水温，就是说我表示这样的话，那在野的回应是不是成比例？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们还是很凶，还是一直骂我，那我又何必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大家其实不妨就放他一马，看看他如何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政党协商了，你放我几个，我放你几个，还是要协商的了。休息再回来。我觉得关键在大。好，那么立法院这个议程程序委员会了，
程序委员会是立法院要讨论要不要这个去审查的哈，排入了啊。那因为蓝绿的程序委员会人多一点嘛，所以吵架啊。那尤其是王一川，就说笑死人了，切西了啊，跑到监察院要弹劾行政院长，为什么把监察院废了啊？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去监察院干嘛？乱七八糟啊，还弹劾总统，你们根本没有2/3，根本不会过哦，只是谈好玩的哦，只是把总统叫来羞辱而已。那国民党跟民主党说，预备呢还要办各种到地方去演讲啊，在立法院开几次会啦。明年520投票，就赖清德就职2周年哦，他是去年520就职嘛，今年520，明年520投票哦，等于是要搞半年的时间哦。然后呢，他们也到监察院递交陈情书，要弹劾周荣泰哦。那也这个都是一个程序啦，因为监察院是民进党占多数，他怎么会弹劾呢啊？那另外呢，周荣泰今天还去主持经发，说这才是真正该办的事情，经济发展很重要哦，所以呢，你们去弹劾我，我主持经花费哦。那另外呢，刘一农做的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赖清德声望涨上来了，红的是不赞成的降低，看到没有？最高的时候57.8不赞成，现在只有48.6，我将近了9个多百分点。然后呢，赞成他的原来只有37.9，现在增到43.4，哦，也增加了哦，所以赖清德的声望上升，哦，说回升5.5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有点说声望明显恢复中，哦，这边你看啊，哦，赞同37.9到43.4，哦，然后呢，这个不赞同从50.2降到48.6，哦，不赞同降低。那另外呢，这个周荣泰也回升。赖清德、周荣泰显然是同升同降啊。那在2025年11月跟2025年12月1个月之间有差别，说这个周荣泰有回升4.6个百分点啊。那非常满意也增了增了很多7个百分点哦，还算满意稍微降低一点，但是加起来是增加了4.6个百分点。那民进党的上次国民党的形象调查，这次民进党的形象调查。因为民进党反共最坚定，61.9%，主张台独56.9%，这几乎这是同样的东西了啊。那另外呢，重视民主自由人权55.6%，重视经济发展49.3%，这点我有点好奇。值得人民信赖44.4%，代表百姓利益42.7%，但是呢，有没有执政能力？最有吗？只有39.8%，显然不到40%，因为他有执政能力。青年原来民进党的号召是什么？这个什么青年爱乡土，青年勤政爱乡土，所以这是勤政显然没能力。青年因为最近发生事情太多了啊，所以呢认为民进党青年只有34.4%，所以呢认为他反共台独这是最高，认为他有能力跟青年最低。我们看一下。这世上有2个赖清德，第一个赖清德告诉大家，他会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接受质询；第二个赖清德无胆，结果提出1.25兆的军购，不敢来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质询。我想请问国人啊，是谁在卡军购啊？就是赖清德自己在卡。这么我跟你讲，赖清德总统啊，学民进党立委啊，胡说八道也是一样，要到台上来讲嘛。没有勇气来立法院，对不起选举时候给予承诺的赖清德。讲白了，就是不敢出来说明。在野党立委和退休军公教团体到监察院要求提案弹劾行政院长卓荣泰，惩戒国贼卓荣泰，捍卫法治护台湾。卓荣泰有所谓的3不的毁宪乱政、不部署不执行以及不守法。不过，面对蓝白阵营的来势汹汹对接，正要召开经济发展会议的卓院长这样说：“今天一整天这件事情，才是对国家最有帮助、真正该办的事情。我们努力把国家往好的方向进步。谢谢。”对弹劾会有担心吗？谢谢。卓荣泰看似轻松面对。凤青你是跑财经我记得以前像经建会、经发会是余国华那时候去很重视，以后就是交给
专业人去做，就行政院长、副院长没有去做，他这刻意找了一些什么意思？他刻意找了一些民间人士，然后呢，他组成的并不是我们的国发会的，而是呢经发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平台哦。可是呢，我今天先不去谈民调的部分啊，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特别想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不附属这件事情啊，它的理由是说呢，因为呢，国民党啊、民众党所推出来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会让呢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多5000多亿，然后会让呢整个政府的举债然后报表。这是1000%的胡说八道。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讲？刚刚赵先生特别提到，我是跑财经出身的。其实我在跑财政部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中央政府总预算，因为我知道预算其实才是国家施政的体现。如果你今天说你很重视 A， 但是你完全没有编预算，其实那都是虚假的。所以我在跑财政部的时候，你知道行政院主计处那时候叫主计处，现在叫主计总处，根本没有任何记者跑财经的人也没有人要跑政治的人也没有人要跑。那我就自己抓过来跑，所以我跑财政部，主计总处就归我跑。等到后来，这个我们的长官跟我讲说，哦，凤馨，你不是对总预算很有兴趣吗？那你要不要去跑行政院？骗我去跑行政院，知道我不喜欢政治。他说，你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行政院是如何编列预算的。我就这样子，我答应了去跑行政院。结果呢，主计处就跟着我变成了政治的线。你知道那时候的政治组记者就变成要去跑主计处，因为就一天到晚我跑到主计处，然后拿到独家新闻，大家就漏新闻。我是要告诉大家说，我对于国家总预算的分配一直情有独钟，这是几十年来我都一直关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国家资源分配很重要的概念。好，那么整个全世界的总预算编列的方式，我其实都有跟着学者，然后去研究，然后去了解，然后以及它的基本精神。我们的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做增加支出之预算。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全世界很独有的规定，因为我们在订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的漏统立法，就是你帮我通过我的预算，我帮你通过你的预算，结果呢，国会议员自己发大财，所以我们才会订定这样的规定。可是如果你是用立法规定法定支出，那对不起，这个是代表着国会的民意所要求的法定支出。编列预算是这样，你要先把法定支出编列完了，接下来你框列整个预算额度，剩下来的支出是你行政院按照施政的优先顺序来编列预算。所以当你财政收支划分法通过，你的法定支出就确定了。你要先满足法定支出，才有后面其他的支出，你的行政院用优先顺序的方式来支出。说会多5000多亿，这是欺负现在的记者不懂预算精神，不懂预算法，不懂宪法，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这社会已经没有监督力量，胡说八道，然后他可以根据他的胡说八道胡干蛮干，就是我觉得最愤怒的一件事情。政府它的整个的资源配置，我们希望能够更合理。当然这里面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认为这样的分配比较对，他认为那样的分配比较对，但是绝对没有违法的空间。而卓荣泰是违法在前，胡说八道在后。我刚才特别去问了一下，那个 AIT 跟李乾隆副主席到底什么时候见面？昨天照那个字。对，我昨天见，今天就发表。昨天见，那昨天见完，今天礼拜二程序委员会。这个翁小玲委员又这就是特别预算。其实我觉得啊，因为刚刚主持人已经给大家看了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了。那一讲到台湾民意基金会，可能大家觉得，这不是游盈隆吗？好像是这中选会。你先把人跟事切开了哈。里面除了刚刚这个所看到的赖总统的民调，居然是缓步回升，因为黎大发免慢慢的离开以后，就是我先前跟大家讲的，那个鳄鱼的嘴巴是有收拢的状况。那不满意还是高于满意？但是呢，他现在目前呢，已经是从原本差25%到现在只差5%了。好，那我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同一份民调里面，对于卓荣泰院长的不附属，民众是不支持的。那你不应该不附属，可是它差距没有非常明显，就是在这边就是对于卓荣泰院长，你为什么不附属呢？那支持的呢是39%，不支持42.8%，差3%。可是同一份民调里面对于这1.25兆的民众是希望蓝营不要再封杀，53.7%是不乐见，是过半的。所以以这状况拉回来这个明年的520，其实剧本都已经写好了。刚刚看到在程序委员会当中的委员之间的这个唇枪舌剑，它很可能会一直到2028，不止到2026。为什么？
因为弹劾当然是不会过哦，我也跟大家报告过，76席是办不到的，你找不到14个民进党立委出来讲说我要弹劾赖清德，那所以那你既然这个对不对不愿意投，但至少我可以跟民众宣讲 ，OK， 那怎么宣讲？全台宣讲，去告诉大家赖清德哪里做不好。那赖清德他的团结10讲，现在讲到第4讲，那他会不会去立法院报告呢？因为当一个总统被立法院提出弹劾之后，立法院是得邀请被弹劾人来说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但我觉得不去的可能性可能比较高，因为他如果要求要即问即答的话，那怎么办？你下乡去宣讲，为什么弹劾我？我也下乡去宣讲，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预算？然后到了明年520的时候，一投票投出来就是62票，也没过，然后就明年年底就选举第1次的分胜负。可是分了县市长的胜负，总统还是这些人，立委也一席都没变，然后就进到2028了。所以未来2年可预期的在立法院都会是这样的状况，卡死了，不会动了。不过我刚今天看另外一个新闻是立法院想修公投法了。就说大法官的解释，如果他们不满意，用公投来否决大法官的决议，因为否则现在大法官没有人能够搞得了他，立法院东西他都跟你否决啊，好，变成他们想用公投法来反。你赞成吗？再另一回事，我没有赞成不赞成，看他们怎么做吧，接着再回来。我反对。好，大法官里面有不同意见呢，因为3个大法官啊，不同意的5个大法官，这么5个人就能够开会，就把这3个排掉，所以我们5个就做决定了哈。所以呢，这个蔡中正哦，他原来是很绿的了哈，那他不同意黄国昌，但是说民进党的高层去关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大家立场一致啊，那我们民进党提名你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呢？哦，所以呢，黄国昌到北检告发不法官说有罪啊，这是司法官说怎么不是呢？哦。黄国昌说，司法官说参与者应该下台，哦，因为传出绿的高层到底是谁跟蔡中正沟通，大罢免，踢了铁板，蔡中正不理他啊、哦。那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也说，司法要自律自清，不可以。什么叫沟通？那我可不可以所有官说都是沟通啊？哦，就沟通就是不行啊。大法官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见解啊，不能去沟通的哦。你就是沟通，或是要去想办法跟他疏通。或者想办法要去劝他，那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居然有人敢找大法官沟通，这个人位阶绝对不会低啊。北检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神勇啊？你们怎么办柯文哲的？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的？那怎么现在没声音了？北检静默，司法危机水很深哦，怎么可以这样呢？哦，那另外大法官蔡中正拒绝评议。蔡英文提名他的时候，民进党里面就有说，这个人常常这个很执拗啊，个性执拗哦，很多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恐怕不容易摆平哦，当时就有人警告。那刘静怡就说，你看，只要绿营不满你们就发动抹黑攻击，有不同意见的，不同意见很正常的民主啊，对不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维护你有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民主很重要的精神嘛。你们这搞政治都不懂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刚刚讲罗志祥说他要修公投法，大法官如果有这个大家不同意见，举办公投嘛，来看看大家同不同意嘛，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赖清德，因为他的大绝招一切白忙，因为立法院要通过法案不是那么容易的，立法院通过法案要在这个程序委员会交付，然后呢，委员会要讨论。然后院会要讨论，中间可能还要开公听会，党团要协商，最后才3读通过，这很缓慢的一个过程。一个法案不是那么容易通过，通过以后你一个不部署就把它干掉了，可以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亲自到北检地状，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要告发府院高层，因为他们涉嫌关说大法官无视限速法修法。我相信以蔡大法官的风骨，不会来做伪证。蔡大法官也请你发挥作为法官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审判应该有的责任跟义务。隔空喊话就会被指拒绝妥协的大法官蔡宗珍，而黄国昌的证据来自于网络媒体的报道。府院随即请和蔡宗珍有深交的党政高层与其沟通。总统府、行政院谁下令找了谁去跟蔡宗珍沟通？你们已经得意忘形到大辣辣的在关说司法，负起政治责任，请辞下台。总统府对此没有回应。
我看你有很多问题，来说吧。没有，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哈，那个对抗会一直下去。可是明年2月会有一个节点，因为照讲的话，如果没有按照现在目前民众党内部跟大家说明的状况的话，黄国昌主席他会在明年2月1号以后就不会是立法委员。那所以新的7个新的立委补上来之后，那民众党的这个立法院会不会开始跟民进党有一些合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刚刚那一题的衍生题。游盈隆到底是谁提出的？我现在还在问，因为里面有一个是民众党，2个是国民党，主委、副主委没有讲是谁。那所以就是总统院长自己挑游盈隆的。是啊。好，那游盈隆跟民众党的关系好，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民众党的8票会不会投给游盈隆？那如果会的话，以后只要民众党8票能够认同的人 ，NCC 大法官提民众党可以的，国民党不一定支持啊。对啊，本来就是。8席来了以后就变成绿白合，反而就不是62，就变成61喽。就是51啊，对不起，不是59哈，没有到61啦，因为国民党还有5党籍的，所以民进党51席永远都没有办法过关的时候，如果能拉过来这8票，甚至不用到8票，他只要57票就可以了，6票就可以了。所以这时候开始，过往这2年都没有发生过的绿白合，因为我也坦白跟大家讲，去年2月1号的时候，我就认为以政治上来讲，完全把个人喜好抛开啦。当一个执政党他的国会是少数的时候，他去寻求一个8席的党合作，比如说黄珊珊当立法院的院长，那我们过去这1年多的立法院的这个汉格冲撞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应该是一个朝小野大的执党应该寻求的。可是民进党党主席不愿意，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不愿意，所以就是过去这样的结果嘛。那因为柯文哲主席最近在几次的谈话当中，包含陈志涵帮他转述说，没有放弃对话，没有放弃谈话，我只是觉得，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产生高度的好奇。伟汉讲这个啊，我实在要立刻回应啦，我们讨论了哈。我觉得 nice try 啊，所以 nice try 是说你在个别的人事同意权上面呢，我认为确实有机会。可是，在大局上，你要在他这样子的这个搞掉柯文哲这样子的下重手搞民众党，你还是寄望于民进党跟民众党在整体性的绿白合，我认为并无可能。黄国昌不做立委以后，第一个他还是党主席。第二个呢，随着柯文哲的这个案子排入议程，不是3月份他就要宣判了吗？各方面他的案情至少已经进入到司法的一个稳定程序的情况下，而且他的很多的审判的法庭也要公开等等呢，柯文哲的影响力还是会起来，尤其是新的立委进入的话，那柯文哲的意志啊，他一个被民进党搞到这种程度的人，可以吞下去，现在变成这个赖清德岁寒呢，全部配合赖清德演出，有这种机会吗？我认为并没有。魏永平，另一种可能，跟民进党一合作，搞不好司法就没事了。不，两句。但是另外一个，我刚才最后要补充一点，何况对于暐瀚那个提议呢，所有民进党的议程会被民众党牵着走，你认为民进党能接受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叫权力的三角关系了。民进党是一个很奇怪一个党。在欧洲，任何政党最大党一定找那个第3党，就是不会找第2，对，一定要用他付的代价最少。对，但是民进党居然没找民众党，而且还这样子整柯文哲，还这样子搞这个很奇怪的。所以呢，现在搞的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民众党它虽然小，它站到哪边就占多数嘛，所以它的确是关键的这个一个小党嘛。来亮君。当然，刚刚暐瀚哥讲的这个10点到底会不会发生当然这个内部也都没有讨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但是呢，现在当然整个这个立法院跟行政院2院的对抗，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在司法院在宪法法庭的这个战争了那因为我看到说这个蓝营的党团将推动这个公投法的修法，刚刚赵大哥有提到说宪法的这个判决可以用公投来复决，目前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令人不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依照现在的宪政体制如果你要去调停，不管是在立法院跟这个行政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有没有问题，以及行政院不附属这样子的状况到底有没有违宪，其实都还是要宪法法庭去做审判那宪法法庭就相当于一个球赛的裁判嘛那你现在立法院已经把这个裁判打到都晕倒在地上了，他没办法做审判了。那当然宪法法庭现在5位大法官做出了一个判决
决，这样子的一个释字能够让宪法法庭重新启动，而这个启动的契机，它同时解决的不单单只是这个大家讲说现在行政院现在这个行政院有提出一些认为是有违宪的法案，同时间立法院自己也觉得说，那有一些案子为什么行政院不执行啊？那是不是行政院也有违宪呢？所以宪法法庭恢复宪法法庭才是正道啦，才是让两边的纷争有可能来去做一个调解跟最终的裁判。真的正道是赖清德应该赶快提大法官啦。就是啊，你不提大法官，你行不由径去把那个什么10个、9个、8个、7个、5个，这什么意？你把人提来嘛，而且提的人如果大家蓝白不敢反对，一提出来望重士林，他说这个人好。不一定要是蓝营推荐的，不一定要白营，这个人真的好，在司法界非常有声望。对啊，蓝白能够反对吗？这才是胜败了，老沈。我觉得赖清德提的大法官如果没有事先跟在野党的领袖讨论，取得这个妥协的话，不容易。我觉得蓝白会一直被他否决。所以呢，我觉得双手往事没有改变，3党不过半。这个僵局会维持到2028，我不同意暐瀚刚才说明年2月是一个契机，因为黄国昌下来，我不同意。凤君，我们应该是有15位大法官，现在是应该剩8位大法官，结果呢可以让5位大法官去决定我们所有的释宪，全世界没有这种事，只有台湾为所欲为的5位土皇帝大法官敢做这样的事。可是这个社会，其实我们对于这5位土皇帝大法官，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监督力量？这就是我们现在在